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呢，我们来谈一谈荷兰 UWC。所以今天的视频主要是答疑解难。第一个问题，学校的环境。我们首先来聊一聊荷兰 UWC 的环境。荷兰 UWC 建在马斯特里赫特，叫做 Maastricht 的一个南边的小城市。学校我觉得是总体来说是非常小的，因为有 MYP， 然后有 PYP，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 DP， 所以3个年级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校园里面，大概是3栋建筑，然后1栋是给 PYP 和PYP 的学生，就是小学生，然后另外1栋是我们 MYP 和 DP 共用，大概是3层楼，然后有1层ground floor， 然后一个first floor、second floor 和third floor， 还有1栋大楼是我们 student 的 residence， 然后我所有的 residential student 都是住在那一栋楼里面。然后学校的话 ，DP 是分为day student 和 residential student。像我们所有是国家理事会选拔和派送过来的学生呢，都是residential student， 然后剩下本地的 local student 的话，大多是住家里，然后每天自己上学的同学的话就是 day student， 然后他们就不住学校里面，他们的话就是日常走读，所以跟我们就有一些不一样。我们的寝室呢是以层为单位。一般是男生1层，女生1层，1层20几个同学，然后有2个宿管老师，就是我们的 residential mentor 来管理。我们的话，就像我住的这一层是Curhan First Floor， 然后我们上面是1层男生层，然后再上面是女生层，所以1层就是1栋寝室的话，一般是3层。好，第二，我们来讲一讲地理位置。马斯特里赫特，可以看到这里的地图是一个荷兰南端一个非常小的城市。虽然就是城市比较小，不像大城市那么繁华，但是一个超级好的地方就是我们学校离超市啊、离城市中心啊都非常近，就是步行可以到的距离。像我们周边有几个超市，有一个 Yumbo， 有一个 Alberhan， 都是非常日常急需的一些生活用品啊，然后需要买的一些食材啊，或者是任何你需要的东西，基本上要用的东西都能够在 Alberhan 和 Yumbo 买到。然后周边如果想要去市中心的话，城市中心大概步行的话需要25到30分钟。如果你就是 take a bus 的话，就是很方便，就周边走3分钟就到一个 bus stop。地理位置和这个方便程度也是当时我选校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相比美国校区，或者是加拿大校区，荷兰 UWC 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离城市够近，就是当你需要比如说什么必需品，比如说要去超市，比如说要主办一个什么活动，然后需要材料的时候，你可以非常方便的就可以买得到，然后也不是非常就是与世隔绝吧，我觉得就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很方便的，这也是我当时选校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然后说到出行方式的话，除了我们的公交车或者是步行，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这边人人皆有、人手一份的 bicycle 单车。想我刚来的时候骑单车都是能够非常，我的车技非常的烂，但是来这边之后风雨无阻了，真的就已经练得比较娴熟了。我觉得就是真的是这边给我带来的几个技能，第一就是骑单车，第二就是做饭，这个我们待会儿再来讲。第二个问题，我们来讲一讲学校的选课。读过 IB 的同学应该知道，我们一共有6门课程，然后我们在选 subject package 里面，我这里主要来聊一聊就是荷兰 UWC 和别的校区不一样的地方。
一共是6门课程，然后第一门是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那么这个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的话，跟其他的校区应该是一样的，就是除了多了，我们这边也有 English， 然后有 Dutch， 然后有 Spanish、German、Italian，and Arabic and numerous self-taught languages。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的话，大概就是语言 A。语言 A 的话，这里也开设中文课程，然后有一名中文老师。我们这边就是关于中文 A， 因为就是只有一位老师，所以就只开设了一门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的一个SL 或者 HL， 但是没有 Literature 单独的，所以的话就是如果要选中文 A 的话，就只能选择Language and Literature 的 A 的 SL 或者 HL。第二门subject 的话是 Language Acquisition， 然后这里是有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Program for Beginners，English HL 或者 SL 的一个 English B， 然后 Dutch HL 或者 SL， 然后 French HL 或者 SL。Spanish HL 或者 SL， 然后还有一个 Spanish Ab Initio 和一个 French Ab Initio。第3门学科的话就是 Individuals and Societies， 然后我们提供 Economics、Environmental Systems and Societies， 就是 ESS， 然后 Geography、History、Global Politics、World Arts and Cultures。这个 World Arts and Cultures 可能很多同学想要问，是因为我们学校是一个特色学科，然后学生的好评还是很多的，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上官网查一查。然后学校的官网可以看down below， 然后点击我会提供一个 link， 让大家可以点到我们学校官网去，关于我们WAC 的一些信息就在下面。接下来是第4门学科 Experimental Science， 就是俗称的科学。然后我们学校提供 Biology、Chemistry、Environmental Systems and Societies。然后这个 ESS 的话是既可以当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也可以当这个 Science， 然后所以就是属于双份。然后当然也可以对于想要学Art， 然后想要学2门 Art 的同学，也可以作为一个替代，然后学习。Physics， 然后还有 Design Technology。第3个问题，我们的学费。我们的学费每年都在变，但是像我入学的时候是9400欧，大家可以自行去换成人民币算一下。当然了，这个学费是没有包含奖学金的。像我转校过来的时候，因为是直接就是从常熟 UWC 转校到荷兰 UWC， 所以就是因为当时在荷兰 UWC，在常熟的时候也没有奖学金，所以就来这边也没有申请奖学金。像来这边的话，基本上很多大概超过了50%的这个学生都是有奖学金的，所以这一点是需要大家自己在录取的这个通知书上面，就是和邮件里面去看清楚是否含奖，然后含奖的比例。然后下一个要聊的话题是，关于之前学妹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食堂、住宿，然后这些费用是不是包含在这个学费里面？所有的食堂就是吃饭，食宿费用都是在这个包含在学费里面。当然有奖学金的同学的话，关于比如说出行的一些 field trip 呀，然后比如说学科里面的一些活动啊、比赛啊，基本上这些额外的费用。学校是会帮忙出的，但是如果是没有奖学金的同学的话，这些费用就是必须要自己出。第4个问题，假期有多少？好，说到这个话题，大家就很兴奋了吧？像我也很高兴，因为在这边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放假了。因为在荷兰的话，就是有荷兰签证，所以基本上非常棒的一点就是欧洲可以随处跑。因为是 European Union 嘛，然后你就有这个，我们这边有一个就是暂居的一个就是一个就是在学期刚开始的时候，学校会带我们去办一个相当于是 residence card， 然后有这个卡的话，我们就可以就是当做 visa， 然后可以就是在出国的时候可以用。
我们学校有个非常方便的地方，就是离比利时和德国非常的近。等于是说我们在荷兰的地图上面，我们马斯特里赫特是在南边的一个交界，三国交界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同学有的时候周末骑个单车就跑比利时和德国去了，就非常方便。当然出去玩的话，周边有很好的，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好玩的地方。放假的话，一般就是大家可以去官网上面自行去查找一下关于一个假期的一些安排，但是因为是跟国内是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基本上是这边会有很多像 October break， 就是大概是在 October 的时候有一个 break， 然后基本上都是一周，然后有一些 Carnival break 啊，然后国王节啊，这些就是像 local 的一点，就是荷兰的一些本国的一些特定的一些假期。像这些大大小小的假期，基本上只要是 long break 的话，都是能够申请在 Reach 上面申请出国玩，或者是也可以留在学校里面。除了就是大的这个 summer break，和 winter break，要申请这个可以申请这个 host family 之外，其他的时候都是可以就是留在学校，然后学校也提供这个食堂和这个住宿。然后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之前的这个视频，做的就是我在比利时根特玩的时候的一个 vlog， 欢迎大家来看一看，然后体验一下我们放假的一个悠闲的一个生活。第5个问题，食堂。好，说到这个话题，基本上在这个学校的每个同学都有发言权。这个食堂呢，长叹一口气，唉。总的来说呢，就是荷兰菜吧。然后荷兰菜3个字可以概括了所有，就是面包、土豆。如果大家很喜欢吃面包，很喜欢吃土豆的话，那么你可能会觉得很 OK。但是像对于我来说的话，我觉得，大部分中国同学过来之后都会觉得不适应吧，因为大家都是吃米饭，然后或者是吃面食过来，就是长大的，然后突然之间吃很多面包，然后一餐就是一天，主食都是面包，肯定会觉得不是很习惯，特别是就是刚过来的话，肯定是要适应适应、调节调节，然后吃久了的话，可能自己的厨艺就会见长。像我就是来之前完全不进厨房，然后来之后就这个厨艺就大涨啊！我现在就是基本上自己能够准备很多菜，然后我觉得就是靠自己可以活得下去了。然后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生存的技能是出国之后锻炼出来的。会做饭的同学的话，非常欢迎过来，我们可以一起做饭，然后一起快乐。但是如果不会做饭的话，可能过来之后就，慢慢自己也会学着做一点，因为有的时候吃不惯学校食堂的这个面包，或者是土豆，或者是这个荷兰菜的话，可能自己做一点饭儿，然后吃点就是中国的东西，吃点米啊，然后会舒服一点。好，关于我们的第6个问题，我们的 term dates 就是我们的学校的一个日历。学校日历的话，我会附在下面的一个备注里面，然后大家可以点开之后查看一下。我们也是一个 link 到我们学校的官网，然后上面就会看到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我们2019年到2020年的一个term dates，然后包含了所有的假期以及学校的一些，比如说 early release day 啊，然后一些学校的一些活动和安排都能比较清晰的看到。好，如果大家去看了我们的 term dates 之后，就可以看得到我们开学是比所有的 UWC 都要晚的。基本上除了非洲 UWC 之外，我们学校就是也是开学第2晚的。然后我们学校当然开学晚，然后放假也晚。我们也算得上数一数二，放暑假是很晚的，所以有利也有弊吧。就是大家开学就是暑假，就是相当于是从7月初大概3、4号，今年是7月3号开始放假，然后应该是一直放到8月30、8月29、8月30，基本上新生的话是这个8月29号或者30号来报到。
好，第7个问题，大家很关注的一个 SAT 的一个考场的问题。UWCM Maastricht 的话是SAT 的考场，所以的话就是在学校里面可以完成我们 SAT 的考试，然后只要就是之前报名啊，然后就是大概一般考试的时间是在周6或者是周日，就是在周末的时候，所以还是很方便的，基本上2-3个月就会有一次考试，然后学校会邮件通知，然后基本上大家就直接自己报名就可以了。关于标化，然后还有托福和雅思。托福和雅思的话，考点就不在我们学校了，所以如果要考托福或者雅思的同学的话，可能当然也不远，就是我是考雅思的，所以就是雅思的考点的话，在附近大概有一个阿亨一个城市，亚琛，德国的城市，大概30分钟的一个路程，就能够到。那个地方是一个雅思考点，然后像荷兰的其他的城市也有托福和雅思考点，这个就大家自己去网上去查找一下，然后在比如说短的假期啊，或者是周末啊，或者是 long break 的时候去考托福和雅思就 OK 了。问题8，老师怎么样？关于这个师资问题，我觉得就是我一个人没有办法非常全面，然后非常概括性的来总结我们学校的师资，但是，总体来说，就是基本上读 IB，大家都知道，就是老师的话主要就是领进门，然后修行靠自己了。但是的话，我觉得我们学校老师非常好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基本上有问必答，就是只要你敢问，只要你就是无论是邮件也好，还是这个去提问也好，或者是课间也好，就是你去问问题，老师都是欢迎的。基本上像我在这边，我的数学老师，然后我的一些我的经济老师也好，还是我的一个。基本上我的老师，只要我去邮件问他们，他们都能够给我一个比较迅速，然后比较详细的一个答复。之前让我很感动的一个地方就是我的第一任数学老师，他基本上是在课上跟我们反复强调，就是只要大家有问题，一定要发邮件给他，然后。我是基本上是1个星期给他大概发2-3封邮件，然后他每次都会很认真的写上解题思路，然后发给我，然后甚至是我们这边很好，就是一个氛围，就是下了课基本上都是围着老师，然后就会很多同学都在问问题，就是。然后，如果你在课业上面有什么问题，就是课后的话，都可以发邮件给老师。然后我现在的数学老师，也是的，就是有一次碰到一个题目，然后可能不是在syllabus 里面，然后还是很好奇，然后就问老师，然后老师跟我讲，就是说这个是不在考纲里面，但是他还是给我发了整整2页的一个解题思路，所以还是非常感动的。不过关于就是老师的问题的话，因为大家在这边选不同的科目，可能会遇到不同的一个老师。总体来说，我觉得对于我的老师和 subject package 的话，还是很满意的。就是我觉得像有些同学可能会觉得就是感觉老师上课并不能给很多。就是像国内体制内一样，就是事无巨细的讲。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进 IB 之后，也要有的一个觉悟，就是老师很多时候都是给我们就是点明一些方向，具体就是努力还是得靠自己。第9个问题，来荷兰 UWC 所有的就是准学弟学妹们一定要备好，就是如果你想学中文 A 的话，一定要备好，就是李平老师的这本中文 A 文学课程试卷，这个我也会附在下面的 link。还有就是中文 A 文学课程书面作业及试卷27分范文点评，记得提前买好这一本。然后还有就是中文 A 文学课程专题拓展论文以及个人口头评论优秀范例点评，这也是一本非常有用。这一系列的书建议大家都备好。还有一个就是文学小词典，这些书呢，无论你是 self-taught 还是
就是来荷兰 UWC，我觉得都是，还是就是在学习中文 A 的一个，就是道路上面，我觉得都是非常有用的。就是它会不仅是有的时候不仅是老师上课给你讲的一些话题，然后给你讲的一些。有关一些技巧，然后当你在读这些书的时候，反复利用它，然后能够给你一些非常清晰的一些方向，就是关于你怎么样，去模仿啊，去学习这个，它的一些写作的方式啊，然后这些都是就是能够提供很大帮助的书。第10个问题，我们的 CAS。我们的 CAS 这边跟国内就是跟常熟应该也是一样的，就是分为一个 service，一个 creativity 和一个 activity。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主要就是我们的service 的话是主要以当地的一个 local 的一个就是一个回馈为主，然后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是像我的，就是在一个叫 Cradle UE 的一个当地的一个帮助18到21岁的就是社会青年来就是进行一些心理的一些沟通啊，或者是一些帮助。然后还有的话，比如说有的同学去附近的葡萄园种树，或者是在 I Love Maastricht 里面有关于就是如何宣传、如何拍摄这个进行举办一些活动啊，比如说 event 呀，然后 festival 啊，来增进当地的一些居民和比如说 international student 啊，然后或者是 UWC 和这个孔子学院啊，然后或者是就是比如说 local community 的，主要是一些就是比较当地的一些荷兰当地的一些机构和组织的一些 service。然后除此之外，在校内的话也有一些 service， 比如说关于我们学校的一些主办一些活动啊，然后一些 conference 呀，这些都可以作为 service。最后的最后，我们来谈一下就是来荷兰 UWC 要带的东西。第一个东西呢是围巾，好吧，话不用多说，这边的妖风你不来你是绝对体会不到的，真的是一年四季365天的妖风。这个风啊，就不仅是你就是整理好了发型，美美的帅帅的出门的时候，不想说话了，真的不想说话了，还是你就是觉得已经是夏天了，然后穿着短袖出门，结果被冻到生病，真的就是我觉得，而且这边的人不仅就是荷兰人，他们可能已经对风习惯了，所以就大风天还很多人骑着单车，然后这时候有围巾很重要，就是我觉得围巾能够抵御这边的寒风，这边可以稍微缓解一下吧。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榨汁机。榨汁机的话是我在国内的时候，就是第一个学期过来的时候没有带，然后看到这边学长学姐们人手一份，就觉得榨汁机还是挺方便的。就是有榨汁机的话，像食堂的话会提供水果啊，然后基本上这边很方便，就是每天都会有水果，然后比如说橙子呀，然后橘子，香蕉、苹果。葡萄，然后哈密瓜，一下就列了这么多，然后猕猴桃什么，然后就很多水果，然后你可以每天就从食堂拿一些水果，然后自己去榨着果汁，然后挺健康，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有，但是就是挺重要的。然后第三个东西的话是文具，文具非常想念国内的笔呀。本子呀，就真的大天朝，真的这文具太棒了。然后，就这边文具很匮乏，就是虽然你可以在这边的 Action 超市买到这个文具，但是还是觉得能囤多少东西，就是能囤多少笔啊，然后自己喜欢的文具还是从国内背吧，就因为这边的文具不仅颜值不高，而且质量也一般般。第四个的话就是锅。
像我的电饭煲的话是在这边买的，但是相比国内的话还是贵了很多，而且不仅价格高一些，而且功能也少一些。如果大家想要带一个什么小的电煮锅啊，或者是电饭煲啊，就是可以自己行李箱里带过来，因为这个还是很推荐的。就是想要自己煮点饭，或者是煮个火锅啊什么的，我觉得在这边有个锅还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重要的事情不仅说3遍，还重复1遍。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大概就分享这么多。说了这么多，我觉得就是我做这个视频的一个想法，就是希望把更多的信息，更多比较客观或者是主观的一些信息带给所有想要申请荷兰 UWC 或者想要转校到荷兰 UWC 的同学，让你们了解到除了网站上一些比较就是白纸黑字之外，还有哪些就是可能大家要真实面对的一些情况啊，或者要带的一些东西啊，或者是你们在这边会碰到的一些可能无法从网络上的一些网站或者是一些寥寥无几的一些信息渠道来获得的一些信息，我觉得能够分享给大家，也是我在这边就是作为在读 DP1 明年的 DP 大家的学姐的需要做的一些事情。所以你最后无论来不来 UWC Maastricht， 你在世界上任何一所 UWC 都能获得独一无二属于你，然后回忆起来会非常非常珍贵、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几年。我觉得大家每个人的 UWC 经历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能够有那么说得上来的共同 common 的一些point， 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珍贵的，然后也是我们作为 UWC 而非常自豪的一些地方。如果你对荷兰 UWC 还有任何的疑问的话，欢迎在下面的 comment 区留言，然后我看到之后可能会做第2期视频。最后的最后，告诉我你忘了什么？对的，点赞、转发给更多需要的朋友，所有的申请的同学们以及准学弟学妹们。